美国政府对华高科技领域的打压引发不少美国企业的不满，也并未浇灭美企投资中国的热情。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被爆出即将签署一项行政令，进一步限制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但另一方面，美国半导体行业和计算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厂商英特尔却加大了对华投资，与深圳合作，建立了一个芯片创新中心。去年10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禁令，禁止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向中国出售某些设备和出口一些用于人工智能应用的芯片。彭博社日前引述知情人士独家爆料称，拜登政府正打算对此前的禁令进行更新，以进一步限制美国在中国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领域的交易。尽管报道声称不会对现有投资产生任何影响，但会禁止美企未来与中国开展特定交易，其余的所有交易也必须向美国政府提前汇报。行政令预计将在8月第2周签署，并于明年正式生效。彭博社称，行政令中的措施是白宫为限制中国发展新一代技术能力而量身定制的，将在美国国安和经济安全领域发挥核心作用，并承认美方不断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发起动作，恐令拜登政府与中国之间本已高度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中方认为美方举措是在阻挠中国经济发展，也不利两国开展经贸合作。针对外媒近期多次放风称，拜登政府计划对美国向一些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做出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回应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对正常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人为设置障碍的做法，违反市场经济原则，扰乱全球产供链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这个所谓的禁令其实已经酝酿多时了，扼杀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势头，这点应该说是美国的两党之间的政策共识。所以我们也看到类似这种措施或者禁令也好、制裁也好，其实层出不穷。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说，一方面要对美国这种政策态势的总体走向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要加强自身的科技自主自强，努力的突破美国对我们的围堵和这种高科技领域的封锁。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此前已经多次推迟签署这项针对中国的行政令，背后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有关企业的强烈反对。上月中旬，美国3大芯片巨头英特尔、英伟达和高通公司的掌门人曾亲自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举行会谈，游说拜登放弃出台新的对华芯片出口禁令。他们当时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一意孤行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可能会损害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Well,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understand is U.S. chip makers have enormous market shares in China, and they don't want to irrita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they very clearly have to send a message to Beijing that they are doing what they can to continue strong U.S.-China relations, to make sure that all these export controls that are rumored about don't come into play. 路透社报道指，英伟达、高通、英特尔的关键销售收入都依赖中国，中国为英伟达贡献20%收入。眼下，英伟达正向中国市场销售改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拜登政府收紧出口限制将制约这项业务。高通则向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供应零部件，也是唯一一家获得美国监管机构授权向华为销售移动芯片的公司。中国市场收入占高通总营收的60%以上。尽管英特尔的中国市场销售份额不及高通，仅占总额的1/4，但它仍然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销售地区。上个月29号，英特尔与深圳合作建立一个芯片创新中心，来加强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在中心的启动仪式上，深圳6家本土科技公司与英特尔签约，将建立多个联合实验室，聚焦低碳和节能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个人电脑和服务器芯片以及智能交通等领域。我们在深圳看到了有强大的制造业的基础，也看到了强大的软件的基础。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在数字化的这个转型过程中间，深圳和英特尔能够共同寻找到新的发展机会。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还提到，在位于深圳的科技创新中心成立前夕，英特尔公司专门针对中国客户推出了一款符合美国出口要求的处理器，成为了应对美国不断强化的出口管制的新范式。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半导体公司 AMD 也透露，正在认真考虑效仿英伟达公司做法，调整其相关 AI 芯片产品规格，以在符合美国政府限制要求的情况下出口中国。China is an important market for us. Of course, the export regula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and we all see that. But we also see that there's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products that really fit within that. 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企业跟政府并不太同调，一方面是还要继续赚取利润，保持中国的市场，否则很有可能美国公司的这些利润会被欧洲啊、日本或者韩国这公司会瓜分掉。另外一个呢，假如说中国有一天我们实现了自主的这种科技体系，重大的科技突破之后，那么这些公司也将失去他们最主要的这个盈利来源。所以我觉得这些企业应该说心里是有数的。外界注意到，美国为了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与中国竞争，除了限制企业赴华投资外，去年还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为半导体产业提供100亿美元的补贴，并以软硬兼施的方式吸引台积电和三星等海外企业赴美投资建厂。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此前曾多次警告，美国半导体制造人力短缺，且设厂及制造成本昂贵。以台积电过去经验为例，同样的产品比台湾厂成本贵上5成，难与世界竞争。而近期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的进度，则印证了张忠谋的担忧。As there is an insufficient amount of skilled workers with those specialized expertise required for equipment installation in a semiconductor-grade facility, we expect the production schedule of N4 process technology to be pushed out to 2025. 而当地最大工会之一亚利桑那建筑贸易协会会长阿伦·巴特勒在当地商业杂志撰文炮轰台积电将美国厂延迟原因怪在美国劳工身上，很冒犯人也不正确。巴特勒还强调，当地劳工40年来为英特尔建造和装配晶圆厂具有丰富经验。有岛内观察指出，台积电重大项目在美遭遇波折，实际上反映出海外企业在美国建厂水土不服的现象。事实上，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投入巨大，分2次投资400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海外投资之一，并承诺向当地提供近31万个工作岗位。然而，台积电带到美国的是先进的4纳米生产机台，非常精密，许多美国工程师此前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分析认为，美国逆向将半导体制造产能移回国内，本身就违反市场原先的自由运作机制，加上很多外围配套措施不够完备，势必让美国面临建立本地化半导体供应链的高难度，且付出更多成本。其他的芯片厂商或者高科技企业其实也一样，过去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一种全球的分工体系，其实是最有利于这个资本运营，包括在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的这么一种全球的一个体系。但现在因为政治、安全、军事这种因素而被割裂，被人为的这个撕裂开来，其实对于很多公司而言，这是完全是不合理的。但是与此同时，也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你靠政治上的这种高压，其实你是无法改变市场规律的。